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以及国内最新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菲律宾的政局呢，现在新人民军还在各地这个跟政府的军队互相有一些不管是对抗啦，或者是军力的这个混乱当中，随时大家担心政局这么乱，会不会再来个政变，或者是有不同的擦枪走火意外发生？因为杜特地前总统被逮捕，现在还在海牙这里，下一阶段会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当时他面临的选择其实有不一样的选择的。他在香港去帮自己的议员站台的时候说，其实本来也可以跟中国这边寻求政治庇护啊。或者是留在香港啊，号召支持者去对抗现任的总统小马可仕啊，那就他选择回菲律宾，然后被抓了，送往海牙。而小马可仕呢，重点是他同意国际法庭把前任总统给逮捕了。那他真的是可以确定自己还有这个把握在海牙审判没事吗？当然，返国被刺杀，这也是过去在菲律宾不是新鲜事。那在狱中被害死，被判无期徒刑，无罪释放。有没有可能真的可以再出来呢？看到他在那边过的日子，一些新闻报道或他自己录的一些影像，看起来还算蛮好的啦。是不是比在国内好呢？不知道。但杜特地被捕，说是谁最紧张？这个是现任总统哦，小马可是他的姐姐哦，率领参议院来进行调查。调查什么呢？因为身为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下令必须要调查到底在逮捕杜特地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符合国家还有程序上的主权啊，被尊重啊否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国家严重分裂啊。现在内部正在紧张对峙当中，他必须确认逮捕过程合不合法律程序，那国家的主权。当然，到底现任的小马可是同意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个问题。总之就是各唱各的调，在菲律宾随时有兵变、政变、内战的可能。小马可是政府虽然自己说要把宪法改了，延任任期，本来只能6年一任的，现在自己要延任了，有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冲突呢？那杜特地还关在海牙，被形容叫做精神状况良好了接受病情监控，身体不太舒服。但是他的辩护律师说，一直想着支持他的人，并对大家表示感谢，因为他的支持的一些民众仍然在各地举行游行来号召。那杜特地还签署文件，聘请英国及以色列的律师来帮他做辩护不过呢，小杜特地的律师他的主要主张就是这个。凭什么 ICC 就是国际法庭可以逮捕他呢？因为杜特地政府早在2019年就退出了罗马规约，这个规范其实这个组织很少成功过。过去说要逮捕的人没有逮捕到过，这是第一个吗？就是他不回避被告，但是他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具有这个国际的执法权，所以加以抗辩。但接下来法律的会站在哪一边呢？尤其是在国际法庭，毕竟不是单一国家的法庭的独立性不一样。那现在民众对于支持者来说，在菲律宾驻美大使有各式各样的很多人集结啦、祈祷会啦，还有在美国也一样根据美国来自于各个媒体的报道，都看到一些菲律宾的民众在当地集结。那马洛洛斯100是一群来自于布拉坎省的退休军官跟警察，也是一样重新集结，要帮他回归祈祷，甚至烛光集会，这种都还是比较温和的那如果有更多的地方新人民军等等的动态，不知道会怎么样。那杜特地为什么被盯上呢？当然跟2016年美菲联合军演，他形容叫做最后一次。然后访华的时候宣布跟美国分手。那对于中国呢，他强调，就算当时国际法庭所以搁置争议对有南海的争议上面他仍然说他还表示要继续跟中国、俄罗斯国家进行联合军演，或者是南海的仲裁案出炉之后，他不打算继续跟上然后表示中国比较有钱，美国没钱。2018年中美贸易战升温，美国再次挑动南海的时候，杜特地再次声明向中国在南海硬碰硬下令要军警集体去轻生等等的这些各种的理由，杜特地家里如果重新执政的话，立场会再度倾向亲中吗？这才是美国政府相对担心的问题吗？菲律宾并不是一个失能的政府它的法院也不是说现在已经崩溃了，菲律宾的也没有说陷入内战，然后他什么都不行做了。
那因此啊，他还是可以审理他们的违法的事件，或者是说政府还能够正常的运作。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跟条件下，基本上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权利对于菲律宾的公民实施管辖权啊，因为基本上来讲，国际刑事法院它是具有补充性的原则，它没有办法超越一个国家的主权来行使对人的这个刑事审判跟管辖。这个是在当时的罗马公约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大陆已经提醒国际刑事法院说，你是补充性的原则，你不要忘了，这是你的法定的一个规约。那也就是说，它不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它不是哦，它不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那它也不能够超越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更何况菲律宾的政府，它不应该剥夺它的公民。一个政府必须要保护他的公民，即使他的公民如果违法的话，也要保护他的公民，而不是把他的公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超越自己国家的法院的审判外去进行审判。更何况杜特地并没有经过菲律宾的法院的审判，也没有人起诉他。也就是说，当初杜特地他在打击这些毒品犯的时候，因为菲律宾的毒品犯由来已久，而且已经每一年造成不知道有成千上万人的死于非命，不管是这个毒品犯彼此之间的这个残杀凶杀，或者是这些吸毒人的暴毙等等，这些已经伤害了整个菲律宾的社会。菲律宾的父母、菲律宾的家庭，他们深恶痛绝，他们感觉到无力，因为他们几任的总统从来都放任不管。整个菲律宾已经陷入一个几乎失能的一个情形，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警察跟盗匪合作，白天当警察，晚上当盗匪。台湾有很多的商人，当时在菲律宾不是被绑架，就是被勒索。我们的渔船常常被菲律宾的海警扣留了以后，然后给我们勒索，要交钱交人，然后才把人跟船释放回来等等。甚至还发生了广大兴号，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种屠杀我们船长的一个事件，引起当时马英九强烈的不满，我们对于菲律宾实施那么强力的反击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菲律宾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当杜特地上台的时候，他铁腕的一个方式对于这些毒贩进行清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菲律宾人的大力的支持。他在任内的6年，最低的民调是6%-7%，最高的民调92%的支持率。等到他卸任的时候，他的民调也有88%的支持率。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受到菲律宾人民爱戴的，一个受到菲律宾人民爱戴的一个总统。结果他现在的总统小马可仕刚刚上任的时候跟他是伙伴关系，直接跟国际刑事法院说你没有管辖权，所以我们不会配合你调查。接着2个家族闹翻了以后，他竟然在3月7号，今年的3月7号通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说我们要配合你去把他逮捕。这个消息应该有泄露出去，所以杜特地知道这个小马可仕跟国际刑事法院合演了一场局，要把他逮捕。那因此他先到香港去，高调的帮他的这个同党的参议员来竞选。那这样的话就已经因为高调的在香港3天的活动，他新闻漏到了这个台面上。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就说小马可仕要把他抓走，然后他可以选择你刚刚讲的那3种方式，但他选择回来。当他选择回来以后，在机场就被逮捕了。他直接就问警察：“你根据哪一条规定逮捕我？你有没有法官的逮捕令？你有没有拘捕令？拘留令都没有。”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是强迫我走，所以你是绑架我。”然后把他送到这个空军基地的时候，小马可仕的总统府花钱请了一个这个小飞机，包的一架飞机，连夜的就把他送到了这个海牙法庭。那整个过程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小马可仕的姐姐现在要求参议院要调查这整个逮捕过程中，事实上是有没有符合菲律宾的法律。那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这样的一个管辖权。然后大家在问，
那怎么会送到国际刑事组织呢？也就是国际刑警组织。人家在问说，国际刑警组织有没有下达通缉令？没有。结果是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通缉令，可他没有执法机构，为什么？国际刑事法院不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然后竟然是国际刑警组织没有下达通缉令，而这个人却被移到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再把它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你看这中间有充满了法律的瑕疵跟漏洞，对，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权力斗争。国际刑事法院被当成工具，而他自愿也乐意被当成工具。现在菲律宾内部里面爆发了这么大规模的20几场的抗议活动，不排除在南部有发生这种暴动，或者是独立，或者是内战的可能性，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还想到，我们上一节还谈到，像这样动荡的菲律宾，我们经济部长还想在这边继续重电，还强调未来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国际刑事法院，我先请教一下，美国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员？不是对。而且川普在第一任任内的时候，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认为美军在阿富汗有犯下战争罪，就杀了无辜的人民，所以要进行调查。那川普那时候就很生气啊，就痛骂他，而且就威胁要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那些人员，要进行这个制裁，有他们或他们的家里人他们进入美国签证这些要限制。结果他这一次回来了以后，他又在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出制裁，理由就是说你们对哈马斯好像比较好，对这个纳坦雅夫你们就要逮捕他其实国际刑事法院也认为哈马斯是犯了战争罪的，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偏心。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川普是非常的痛恨国际刑事法院是完全在站在以色列那一边那这次的事情，我认为杜特地有点轻浮了。我的感觉，他大概觉得说，我就是回到马尼拉，你这个马可仕，你也不敢把我逮捕，也更不敢把我送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我认为他是低估了，因为你要想想看看，他们家族长期控制Davos这个城市，达沃市这个城市，这个是民达纳尔的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首府，而民达纳尔是全菲律宾的第2大岛，仅次于吕宋岛，所以杜特地在菲律宾南部，在民达纳尔这边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毒品本来就菲律宾很多人民是受害者，所以他这样干，对毒品毒枭这么狠的手段，在菲律宾支持他人是不少的，所以他在想说，你不敢对我怎么样，何况他女儿还公开讲过了吗？如果我被暗杀的话，那我们就要对付你。我想他讲这句话，对一大半也替他的爸爸讲的了。是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我认为很简单，就是说，你国际刑事法庭很有可能在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压迫之下，那就是判他有刑，就有罪嘛，就坐牢嘛。但是你说敢判他无期徒刑，我认为这可能性不高了，因为他也要考虑到，美国也要考虑到我会不会被卷入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斗争里面因为美国知道说杜特地这个家族还是个很大的家族，那现在马可仕总统的姐姐又出来替杜特地讲话，所以这个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美国人对菲律宾是很头痛的。这个麦克阿瑟的爸爸在当第1任的总督那个时候菲律宾人就造反了，就对抗的那个麦克阿瑟是差点被打中了，那个枪打中他的帽子的，那个戴的那个草帽的。然后菲律宾也有长期，尤其南部有对抗马可仕家族的这个传统，因为马可仕当总统的时候，我说现在的总统的爸爸老马可仕，他牵了很多的基督徒进入民达纳尔，说当地很多人流离失所，很多人是对马可仕家族是很痛恨的，所以他是有支持度的。我看了一个我的手机，人家传了一个东西来，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个街上这个示威，在支持这个杜特地，那个场面是真的是很大的，我自己看都吓一跳。
我一下子要找，好像有的，我们不太容易找得到。对，包括在美国，包括在当地菲律宾。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他们会很聪明的，尽量不要卷到里头去。那杜特地呢？我在想，他要完全能够无罪，能够回到他的家乡，我认为也不是很简单。对美国来讲说，我不要背这个罪名，但是我要让你的势力慢慢消退，因为菲律宾对我很重要，我要扶植这个菲律宾来对抗中国大陆。我们试着以川普的商业角度来看待的话，菲律宾的功能当然就是在南海的这个争议战略价值，用来牵制中国大陆啊。对，那个小马可是菲律宾的总统，我认为他陷入两面作战的战略困境。他战场不能该开两面，应该开单方，开双方。第一个，这刚才主持人所讲到，就是南海。南海为了不管仁爱礁或者黄岩岛或者仙滨礁或者是中业岛，还有铁线礁这几个岛屿的这种争端，跟中国大陆搞对抗，造成菲律宾的经济下滑。菲律宾的以前的它的国民所得是比越南高的，但现在已经被越南超车了。现在越南的年均所得4800多块美金，现在菲律宾反而只剩下4100块了，落在后面了。你看，那去年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菲律宾剩下5.6%了，那越南多少？越南7.1%，哎，也超过菲律宾了。你看，所以菲律宾它陷入困境，它因为这个在南海搞对抗，然后内部搞对立，变成这样搞斗争，他把这个杜特地弄成这个样。那杜特地当过达沃市的市长，就米达纳达沃市长22年，又当过菲律宾的总统，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而且菲律宾种族非常复杂，而且宗教又复杂，尤其南部的米达纳尔60%是穆斯林，你怎么样去统治？所以我认为这个菲律宾目前在政治动荡啊，很容易产生的，我认为是内战，政变到可能性我认为不高，内战，因为他的这个没落独立阵线，他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活跃了。没落独立阵线，他菲律宾总共有71个省啊，他虽然国土面是有30多万平方公里，但它71个省，它都在各个省都有活动的嘞，是这个样哎。那这样子的菲律宾的话，他这个新人民军会不会出来活动了？没落阵线会不会出来活动？都有可能啊。那活动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菲律宾的国防军产生这种交火？有可能，因为国防军也蛮弱。菲律宾的国防军只有11万人，那么大片的土地，7100多个岛屿，但是只有11万的国民军。你这个武装部队，怎么样去整个做一个全盘的控制？所以我认为菲律宾如果是这个问题，杜特地的问题没尽早解决，产生这种内部的这种战乱的可能性，我认为是蛮高的。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随时都有更新新闻，每分每秒都有啦。下次要撤销拜登任内最后卸任前的特赦令，然后要撤销关于拜登的儿女的安全随护，对于关税更是全面开战。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Bloomberg 的报道啊，说大陆因应美国的各种的，包括可能会有更加大的关税压力，已经超过40天没有从美国进口过天然气，看起来已经早就做好准备。自己的年产量增加3.7之外，也往其他包括俄罗斯啦或其他亚太啊、中东去采购，看起来要想尽办法，像谢峰说的，不管是关税战、贸易战，任何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准备好战斗到底。哇，这个杀气腾腾，就也告诉美国说，少了美国没有差吗？那习近平也有一个重大的行动，被说是有美国刚好跟川普相反的做法，他跟全球的 CEO 要见面。这个17号的报道里面告诉大家说，高通执行长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各种的包括自己境内的各种科技的大佬们都即将要跟习近平见面。那这样子的见面场合要宣告什么？宣告川普在锁国啊，但习近平来讲是要开放对全球的企业吗？而川普跟习近平到底什么时候见面？前面有各种的报道嘛，有南华早报，有华尔街日报。那这一次是川普自己说的，他自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习近平会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不久是多久？那是去美国吗？双方好像还才为了说，到底要去拜访大陆、北京，还是要去美国，好像没有搞定哦。各种这种八梗面子问题吗？那其中毛宁的回应是说，我没有可以发布的，这件事情都还停留在媒体上，
或者是川普自己的喊话里，显然川普是比较希望把对方拉到美国来。那接下来，美国的钢铁业说，不只是中国，连巴西的政府巨额补贴，行径如同中国一样，所以钢铝不只制裁中国大陆，也要制裁巴西吗？那川普的关税战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当然形成更大的压力。这个股市不断的波动，也来自于这里。4月2号他形容叫做我们国家的解放日。哇，那数以10亿计美元流入我们的国家，包括我们的台积电嘛，直接喊 double 的。4月2号开始会有更大笔金钱进入，就是有 money 啊，全部就要到美国来了。4月2号不要担心，不要怕，我们只会有更多的钱进来美国。但民众相信吗？超过70%的美国人都担心啊。卫报的民调认为2%的美国人对于当前的关税政策是很担心的，才没有那么天真的相信钱都会进来，因为所有的物价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相比1月的时候，他刚还没有这个开始要推行政策的时候，只有6%的人，其实已经蛮高的，表示关切跟忧虑。但现在有2%的，整个国家有2%的人都担心的时候，川普还要硬干吗？那尤其是川普的关税战在房地产房市的部分将受到更多的拖累。那蛋价呢？民生物价，现在一颗蛋居然可以到27块耶！连边境的加拿大啦、墨西哥各种的这个肉类、各种生活物资，通通都在对抗的情况之下，蛋价一打，鸡蛋在美国可以台币329块耶，很恐怖。那平均一颗蛋才27块啊，所以大家很多人想办法要走私啊，什么想尽办法。墨西哥边境贵了3万呐，哈，3倍了哈。所以边境抓不只要抓移民啊，什么毒品啊，还连蛋都要抓走私，这种形成一个新市场，毒贩不卖毒了，还不如兼职走私鸡蛋比较好赚。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末世现象吗？那美国要的还不止如此，他什么都要哦。包括在罕见派出驱逐舰去哪里呢？这一次是到了这个巴拿马的加勒比海，因为目前墨西哥湾已经被川普私自改名叫美国湾，它不叫墨西哥湾了。好，特别派军舰去被关注，是因为过去一向都不会是由海军来介入这样的问题，现在他以行政命令要求海军去介入，那包括了强化运河控制啊，美国的特战人员也协助巴拿马军队说要防范中国共产党对运河的控制。那港商李嘉诚首富啊，把运河的港口经营权准备要卖掉的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关注。中共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马辉也立刻率代表访问团到巴拿马去，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北京的动作认为呢 ，Bloomberg 报道，包括中国市场的监督管理总局在内部部分监管的机构受到高层指示啊，开始审查这个出售到底有没有安全疑虑、反垄断行为，说不定会不会想办法阻止卖不成。赖教授，川普真的每天都有新花样。川普的花样真的是多哈。然后因为他的盟国基本上，在安全上受他的保护啊。然后在市场上啊，依靠美国的这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大部分他的这次的关税战，主要的受伤最严重的，他们都是他的盟国啊，因为他的盟国跟他的经贸关系比一般的国家跟美国的经贸关系还要深、还要广、还要厚啊。不管是你看到日本啦、韩国啦啊，或者是台湾啦啊，或者是你看到的这个加拿大啦啊、墨西哥啦。或者是欧洲等这些，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还有安全的关系是比较密的啊。那这些国家当然因为经济上依赖美国，安全上依赖美国，所以他们就把美国当老大，美国就成为一个盟国。可是当川普认为说，我的国家开始穷了，我的外债越来越高了，我的国债越来越多了，我的钞票印的太多了，我的制造业都离家出走了，那他认为这个都是你们的错。啊，都是他的盟国的错，也就是说，你们占我太多便宜了啊！你们都把我的钱都偷光了。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要对于这些偷他钱的盟国要下手，就是关税战。这关税战一打，他的盟国痛。那为什么大陆不痛呢？大陆明明跟美国的贸易也很高嘛，但是6000多亿，可是欧盟跟美国的贸易有15000多亿，1兆5000多亿，所以等于是美国跟大陆的贸易跟欧洲比起来讲，欧洲大高很多，比高了1倍半这么多啊，
就2.5倍左右。那大陆也因为跟美国打了2年的贸易战，后来又延续拜登的4年，总共打了6年了，然后又打了2年的科技战，还有打了这个4年的这个政治外交战，打了那么多年，所以对大陆来讲的话，已经是很有经验了，而且基本上来讲，这个体质也都适应过来了，因为当初的这些受到冲击的厂商都先适应过来，因此川普这一次再加20%的关税。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当时美国的经济分析家都说，哎呀，会对中国的 GDP 造成1%到2%的这个总生产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大陆的经济成长率会可能只剩下3到2左右。结果大陆的目标还是定在5%，那就是代表大陆在因应这个部分里面，它基本上是气定神闲。那我们也留意到，美国的一些大卖场，像沃尔玛他们现在开始给中国大陆的产品施加压力。可是，大陆商务部马上就出手了，约谈了这个沃尔玛的负责人。那有2手第一手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负责人，也就是说，如果因为沃尔玛在中国大陆有将近100多家，而且还在扩产那也就是如果沃尔玛不调整的话，很有可能沃尔玛会被列为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现在已经进入调查了，也就是商务部已经把沃尔玛列入调查了。那如果一旦调查说你不改善，你就是不可靠的实体清单，沃尔玛跟中国大陆、跟香港、澳门就不能够再做生意了。那沃尔玛本身在美国的这些商品价里面60%是大陆货、大陆的产品了。一旦全部都下架，就是大陆都不能够再卖给沃尔玛的时候，沃尔玛还卖什么？这个公司一下子股票就跌了。坦白说，它也找不到替代品。这个就是这么的现实。你看现在鸡蛋就找不到替代品嘛。美国现在跟欧洲求说给我鸡蛋，欧洲说我自己的不够，那真的不够吗？不，其实主要是反映在关税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美国的关税战一打，他本来以为他的盟国都会买单，结果没想到这个加拿大站起来跟他对抗，然后结果欧洲现在也站起来跟他对抗。可是他这个关税战只是第一波而已，因为就钢铝在这个月实施的，那第2波就是在4月2号的对等关税了，所以每个人都在看，非常大规模，量大规模了，而且是全面性的商品了。全面性的商品，根据每个国家跟这个美国彼此之间的税差的关系要重新计算，这个计算出来了以后，它的第2波的全面性的关税战这一打的话，那欧洲看起来是要反弹的。欧洲看起来是要反击了，加拿大也在反击，现在是日本、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是还闷不吭声，可是大家也在看，你真的都闷不吭声吗？还是你准备要反击了？这一反击对美国的经济当然就受影响了嘛。委员，因为川普的政策反反复复啦，说不定明天又不一样。但至少现在喊出来就是4月2号大规模的这个商业关税，全球各地都要展开，所以才会美国民众担心啊。这我觉得川普的做法是前所未有了，因为你怎么是跟全世界在宣战？好，那这样的一个冲击，当然就是第一个，你美国本身的你物价一定上升嘛，因为这关税这个负担，商人一定转嫁给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嘛，那要不然谁愿意去做这种生意嘛？第二个大概的冲击其实是更严重的，就是美国跟世界各国的关系会转坏，尤其是他的盟友，因为跟他生意做这么大了，大部分都是他的盟友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都跟他关系不错的国家，像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嘛。那他的关系搞坏的时候，其实再回过头来，还是直接冲击到美国自己的经济，商品就第一个受影响。加拿大、魁北克、安大略。他们把所有美国酒都下架，还有其他一些省，全把美国酒给下架，这冲击会非常大的。那中国大陆呢，现在也把你的这个肉类的这个牛肉这些，你们注册的这些公司1000多家了，说你们资格现在已经过期了，你要重新登记，我也不见得让你登记啊。还有这个像玉米啦、什么小麦这些，它一定会增加跟阿根廷、跟巴西去买嘛，那。他至少他调税调10%，最高到15%，就表示你美国农产品要卖到中国大陆，
你的竞争力会下降很多嘛。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不是川普一个人的问题，他的嘴巴到处伤害人家。你讲加拿大是你的51州，你讲一次就算了，你不断的讲得像连杜鲁道都以为是真的，你晓得吗？那人家一来了，加拿大人，我不买你的酒以外，要买也没有了，被下架了。我其他美国商品，我就是故意不买嘛，很简单嘛。第二个，你讲特斯拉，我们讲特斯拉好了，特斯拉，你这个马斯克。你到欧洲去，就专门跟极右派见面。你范斯，你到了欧洲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的安全会议，你还在骂欧洲国家，说你们不够民主，你们舆论不自由，你们对媒体怎么样，讲一大堆这种话，然后跟那极右派的领袖这些见面。德国要继续选举了，你跟他极右派见面的主席见面，你这个就是捐钱赞助，有干涉人家的这种内政了嘛？啊，所以结果特斯拉。卖的这个非常差，你看2025年的1月比2024年的1月同比相比，它整个出售的那个特斯拉这个卖的那个车子，足跌了45%，这几乎是拦腰一斩啊！那欧洲人是很骄傲的，欧洲人认为是你美国很强，但你文化的根基很薄啊，我们才是这老牌的民主跟有文化根基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这样子不断的羞辱欧洲人，欧洲人不买你的东西，你又搞加拿大，加拿大人也不买你的东西，你又搞中国大，中国大又不买你的东西，你下来要搞谁？你再搞日本，再搞南海，再搞印度，又搞越南，这些国家的人民就会觉得说，那我不买总可以吧？所以我觉得最后回过头来，还是你川普的形象，你整体内阁的形象，你们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伤害者，伤害人家的尊严。所以你的美国产品我就是不买了，就是这样子。将军哦，谢峰这个谈话很硬哦，美中对抗，他说各种战争、各种类型的贸易战，任何战争都会奉陪到底，那是指任何战争哦，怎么看？那以前美国是一枝独霸，现在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只有分庭抗礼，并不是美国一枝独秀的，美国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鹤已去。那现在美国靠这个贸易战，就是关税，拿关税来保护它国内的产业，我认为效果非常有限。我们看2024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只有2.8%，但是它的通膨2.9%，换句话说，美国人实质的薪资你倒退了，因为你的薪资增加了，但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更增加，你感觉到你钱变薄了，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川普搞错方向，就是他要从美国的产业结构去着手。美国的人力成本太高太贵了，所以它产品一定贵。大家差不多，土地成本差不多，原料成本差不多，机器设备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是美国的人力成本太高了，所以它产出来的产品都是贵啊。你靠关税去保护，能够解决一时，但是不能解决到永久。而且美国国债太高，36兆都要扛在身上。每一年就是1兆多美元的利息扛在身上，都要增加，你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他要从开源没办法开源，因为人力成本高。他想要节流，一直砍啊裁各个方面，没办法能够裁多少，能够省多少钱。每一年联邦政府的总预算透支1兆多美元，那这个贸易赤字9600多亿美元贸易赤字怎么解决？这个2个国债的利息一年1兆多美元利息。这3个加起来3兆，怎么去解决？你可能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没办法解决全部。那我们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布局的早。你看它现在的 AI，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比亚迪都出来了。你看它在2013年中国大陆搞“一带一路”，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养大了，长胖了，不怕了，可以跟美国这个叫板了，变成这样。“一带一路”出来了，我们看欧洲班列，欧洲班列在2017年全部贯通，从义乌一直到英国，它现在班列已经超过10万班次了。你看它这个通过了222个国家，欧洲班列，你看它现在早就贯通了。所以中国大陆有出口地带在哪里？在欧洲啊，就到欧洲班列就可以了嘛。这就是“一带一路”，它已经布局12年了，2013年，现在2025年。那同样的，它南方共卢市场到秘鲁的前开港，中国大陆帮它盖好。本来它的集装箱就是货柜，只能停1.4万个货柜的这种我们讲的货柜轮，现在可以停24000个货柜轮的大型的
都往南方市场、往南美洲去运了。它现在已经打开，水路也打开了，这个美洲的市场打开了，欧洲的市场打开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出口地带已经形成了，再加上14亿人口的红利，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底气够了。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王毅敢这边讲大话叫板啊。谢峰说的。谢峰说，这谢峰所讲的，这是中国大陆驻美大使所讲的，就变成这个状况了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科技议题。大家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吗？里头有个斧头帮跳的舞，那非常洗脑，印象很深刻。现在看看机器人来跳，娘娘娘 ，nice。很厉害，这个是斧头帮的舞，机器人可以这么灵活的跳，可以看到那个动作之快，比我还灵活。这是发生什么事？那已经不再是冰冷的机器人，它融合的所谓的科技跟人性跟流畅度，已经进步的越来越快，一下子几乎就是一个跨世代的概念。那其中在美中对抗里头，科技议题，华为一直被挡啊，但是它注册的新商标叫 Meta Robot， 意味后续还有更多的机器人商品要推出喽。那接下来的各种商品，大家就在观察啦。中美科技竞争，各种的抵制，有中国的科技有个7巨人，那包括了阿里巴巴、腾讯、小米集团这么多，比亚迪合计的股票的市值上涨。去年26%，但美国的7巨头却是下跌了17%。不过这不见得是他们科技力不足，可能是被川普害的。所以川普一句话就让自己国内，包括他自己的好朋友特斯拉的股价一天可以蒸发800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股价所展现的竞争力，未来各种的禁止会不会更逼迫的中国的所谓内卷、内部的科技进展更快速？其实。光看这些机器人成果就可以知道窥见一二。各种禁止啊，例如华为被禁止用在我们常常最习惯用的 Windows 系统里头，那因此华为就自己做啊。鸿蒙系统现在没有办法取得 Windows 许可的情况之下，想办法用鸿蒙系统来取代在所有的个人系统的电脑里头。鸿蒙朋友圈再加大跟 BMW 的深度合作，叫做生态系了包括了各种车用、各种的科技运用、多元的智能应用跟功能，将会是跨领域、跨媒介的各种合作。而华为也暗示即将揭晓这个 Pura 系统系列的手机啊，既是手机也不只是手机，什么意思啊？会有更全新的鸿蒙作业系统，还不用去买什么 iPad 或其他的平板，它有更多的功能扩大的运用，一直在刷新市场的很亮眼的新的进度，颠覆性的突破，还有晶片，因为一直被挡就是晶片嘛，那川普也认为拿到了台积电就有了晶片最核心的价值啦。但华为还是发布新晶片，说国产的高端晶片产生的突破这个系统的晶片包括被认证将用于 PC 远端晶片的处理，是不是真的可以跨越所有的被抵制的这个门槛呢？被现在高度观察，包括光刻机也有大突破，说绕道突破了封锁，第三季2025年第三季就会进入市场喽。光刻机也不用辉达，不用这些其他系统了，采用新型的 LDP 光源技术。就可以达到了吗？或者是跨界 DeepSeek 震撼全球，现在是被美国全面抵制美国商务部禁止政府装设的。但是呢，在中国的内部却打造论集群，华为、升腾都是首选，各种的合作良率提升到接近40的时候，也就是 DeepSeek 可以应用更广泛的一个契机。路透社这种报道说，商务部为了要确保安全资安所以全面禁止 DeepSeek 在所有美国的系统还有政府机关上面应用。那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主席也说，华盛顿过去10多年来一直努力要说服盟友，完全要把政府机关也一样拆除华为设备，只要你有用的华为设备，通通都要拆掉，停止安装。那但是因为密切实在深度太深了，各种使用的器材因为低价，还有各种过去合作的关系，那现在呢要求这个重量级议员要求欧洲不能跟华为有业务往来，那现在对于欧洲还叫得动吗？那赖教授，我们看到了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已经极度的紧张。那很多的学者形容欧洲现在在觉醒的边缘，醒过来，发现美国不可靠，要靠自己的时候，现在会不会走自己的路啊？美国叫你不要用，你就真的不用了吗？我们还要观察了，因为欧洲人并不是非常过去的欧洲人，欧洲的政治领袖。
像密特朗时期啦，更早的戴高乐啦，后面一点的希哈克啦，他们都相当有自主性。像德国的总理科尔，他们都有相当的自主性，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样是对欧洲好。过去的领导人是这样，可是从萨科齐开始啊，因为他收了格达费的钱之后啊，我们看到欧洲的政客就一代不如一代了。那现在未来他们还能不能恢复他们过去的领导人的那种独立自主、有战略自主的，我们觉得还要观察，因为一般来说一代不如一代就一直往下走。你说要一下子又天纵一鸣蹦出一个杰出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恐怕就只能够这个祈祷了哈，这个很难说啊。我觉得可能性已经越不大。但是你看大陆现在的发展的势头确实一直往上推。语数前段时间他们不是在科技论坛的时候，他们就谈到说，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能力比想象中还要快，太快了。那个时候那个负责人梁什么，他就说了，他说太快了，所以他预估今年的年底就会走入家庭了。哎，果然你看现在真的是如雨后春笋啊！也就是说，原来大陆的机器人不再只是一家独秀，它是百家争鸣了。那跟电动车一样，哎。电动车你看也不是只有一家比亚迪，比亚迪是比较著名，但是呢也是百家争鸣，然后很快的就席卷了全世界。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机器人也是席卷了全世界了。它很早就进入了大陆的工厂。其实我们很早就发现，大陆的很多的工厂都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的一些生产的，但是它即将要走入家庭。甚至娱乐界好吗？哦，刚刚看他跳那舞比我流畅多了，是不是？对，因为在春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春晚的时候已经走入娱乐界了。在未来各个表演场合里面，机器人那个取代人力，或者是跟人互动，然后合演，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可见的未来。已经看到了哦。但是进入家庭就更不一样哦。你看进入工厂生产线已经不一样了，进入家庭之后，帮我们在家里面做家事。那又不一样的，甚至做看护、照顾老人，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来讲，人类来说很有可能，我们希望朝好的方向来走，那这个都会是一个好的福音啊。我们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帮我们分担更多的这些家庭的一些体力活啊，这个真的是大陆的进步速度实在是令人惊艳啊。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您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软件的问题了。刚开始，美国认为只要把安卓系统跟这个 iOS 苹果的系统打趴，就不让华为有的话，那中国大陆就趴下来了。结果鸿蒙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原来鸿蒙早就在做预备了，就是说我早就有了，但是我没有把它用在商场中，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利润共享。但是当你美国采用这个手段，这是6年前川普的时候对华为的打压。但是华为现在的鸿蒙系统很强大，世界3大系统了。那现在 Windows 也拿掉了，很快的又代替了。那 Windows 在中国大陆慢慢的假设有一天大陆也把这个安卓系统、iOS 系统跟 Windows 系统也都剔除在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来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过去不管是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是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制裁，几乎包括加拿大、欧洲都全面配合的。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美国再度要求，包括系统啦、这个华为啦，不准再使用了。欧洲现在面对关税，还要配合吗？我觉得欧洲人现在应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了吧？那因为川普已经把他们糟蹋的很厉害了。我刚刚戴教授讲，我接着说一下，就欧洲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比如说有戴高乐啊，对不对？埃德诺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你讲到科尔啊，最重要的原因，那个时候德国没有统一。你看德国统一了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小国成为这些大国的负担，不仅在财政上要去援助你。而且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每一个都要全票通过，这些人你想想看，这些小国他们听美国了，很多这些小国听美国了，所以你就说美国其实一直在影响欧洲的事务，
其实那时候东西德要统一的时候，老布希总统是有不太一样的看法的，可是他们就统一起来了。那现在你欧盟就建立起来，你欧盟如果大家非常团结，走得非常好的话，那你想美国的地位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英国最后为什么会离开，还是离开欧盟呢？进去的时候拖拖拉拉才进去，然后最后又跑出来了。为什么？安哥的萨克逊民主嘛，他总觉得我在欧洲，但是我不是欧洲的一员嘛，那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欧洲的今天问题来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进步哦，中国大陆当然政治上，我觉得它实在有太多的改进的空间了。我说真的，你要给人民更多的开放、自由生活、民主，我认为这很重要了。但大陆为什么会进步？一个这么大的中国，它保守了，而且是这个僵硬的，它的地那么大，它不是像日本是个高度的统治性的社会。你看看它多少民主，管理不容易啊，管理非常的不容易，而且那么多大山大河，这样子整个的阻扰彼此之间的这样子人际的交往，所以它需要刺激。各位想想，如果不是西方的列强加上俄国加上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会有什么自强运动吗？啊，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话，你就中国会这么短的时间就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外来的侵略者吗？那个 True Believer 那个要叫做什么魔鬼的这个信徒还是什么？有一个就写群众运动很有名的一个美国一个作家就讲一句话：真的让中国团结起来了，是日本人的侵略。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是美国就是要对付他嘛，要戳他嘛。这就某点来讲的话，就给中国大陆一个改革的动力啊，更多的进步的动力。你想想，如果不是这样子，习近平有可能跟马云再见面，还跟他握手，你看马云笑得多愉快。这就是外力的刺激，让中国大陆政府觉得说，我要更开放，我才能够抵挡得住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才过了这个难关嘛。所以以前的这种总书记，大部分是管政治还有外交事，很少碰经济事务。你像朱镕基，这个都是总理他们在碰的嘛。李克强啊，都是这样子。可是现在为什么习近平频频的见国内的大的企业家、私人企业，还有国外的这些企业家？问题就是说，他知道危险，要度过这一关，就一定要更开放嘛，才是国力的展现。对对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科技对抗，结果结论，我认为那个中国大陆在研发上面还有教育这上面呢，是投注了相当大的资金。我们可以看，你不管 AI 系统呀，或者无人机，或者是这些机器人来看，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这种投入蛮多的。你看他的论文呢，他论文篇数去年产生了12万篇论文，占全世界的1/3，就中国大陆产生的论文。